就两岸交流等问题，深圳卫视专访了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定自6月20号起恢复台湾地区番荔枝俗称释迦的输入。此前因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大陆番荔枝中检出有害生物，大陆海关自2021年9月20号起暂停输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透露，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台东县长饶庆铃等人士多次向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恢复台湾番荔枝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并组织业者进行整改，改善产品品质，确保输往大陆番荔枝安全。近期，台东县方面提供了部分业者的整改情况，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基础上，大陆方面作出以上决定。台当局陆委会发言人詹志宏抹黑称，海峡论坛是所谓例行性的统战活动。张荣恭向深圳卫视分析称，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9·2共识，导致两岸关系进入冰冻期，但他们又对其他的两岸交流羡慕嫉妒恨。所谓统战这个词，在台湾长期以来是被污名化。统战，我想用俗话来理解，就是广结善缘，广交朋友嘛。对于两岸关系是完全正面的。为什么要用冷战的思维来看待两岸的民间交流？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蔡政府啊，或者是民进党害怕两岸人民相互理解。张荣恭表示，很多岛内民众没有到过大陆，民进党正是利用这一点，使用抹黑的文宣来蒙蔽这些人。但大陆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的事实，全世界都看到了，只有民进党假装看不见。我记得啊，在2006年我去福建省的时候，当时的省领导这么说啊：改革开放的时候，就1979年，福建省的生产总值只是台湾的1/40啊，1/40。然后这位省领导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追到了台湾的1/4。”可是到了2019年，福建省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台湾，那就是说，福建用40年的时间呢，追上台湾，这是大陆的发展。一个省是如此，整个大陆都是这样。那台湾民众如果能够多到大陆去，了解到大陆的发展，就不会被一些错误的资讯所迷惑。张荣恭是福建人，祖籍漳州市诏安县秀传镇北坑村。在谈到近期回乡祭祖寻根时，他感慨万千。能够站在祖先劳动过的土地上，这种感觉是非常的特殊跟美好。大家都是同祖同宗，大陆又提倡两岸一家亲，那么按照现在去中国化的政策啊，就变成不是一家，它要搞成两家，而且是两家仇。可以一家亲，为什么要变成两家仇？这种对人民自己不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北京访问行程，在华期间，中方再次向他强调，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张荣恭分析认为，台湾牌是美国打得非常顺手的一张牌，绝对不会就此放手。那如果能够管控分歧啊，其实对双方的这种矛盾就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台海。我可以这样的形容吧，就是西方不习惯东方超感，美国不欢迎中国崛起，安格鲁萨克逊不接受中华民族富强，这种态势，我觉得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都不会改变。这种情形，美国打台湾牌，以台制华，那用台湾来消耗大陆。可是，如果两岸之间发生了冲突、军事对决，那么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缓冲地点何在？其实是没有的。那么美国会参战吗？我看，大概专家们都很难相信美国会去自己投入台海这个战场。其实也就是把台湾推向前去。这种情况，台湾自己要避免
让自己陷入两岸之间的火线的范围里面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9号明确表态称，下月北约峰会不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北约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北约为何让乌克兰不断靠近，又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究竟想让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充当什么角色？来看报道。斯托尔滕贝格19号到访德国，在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在7月11号召开的北约成员国首脑会议不会正式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北约各国领导人将讨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方案。此前，斯托尔滕贝格13号提出一项建议，即乌克兰不需要完成其他东欧成员国在入盟前所经历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过程，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但他同时也表达过，北约不会很快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针对此项提议，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7号就记者提问表示，美国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过程简单化。他称，乌克兰必须与其他跨大西洋联盟国家达到同样的标准，才能加入北约。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多次表态想要加入北约。虽然北约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但是否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美西方阵营仍分歧难觅。对比明显的是，与乌克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去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入约进程却取得巨大进展。其中，芬兰已于4月4号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该组织第31个成员国。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加入到北约，那么北约就会成为俄罗斯直接对抗的一个组织，那么也会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头号的敌人。那这不符合北约的一个整体的对俄的一个战略。北约国家想的是，尤其是传统欧洲国家打的这样的一个算盘，就是让乌克兰这种极限的范围内不断的靠近北约，但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让乌克兰成为对抗俄罗斯的棋子和前线，而不是北约直接的成为俄罗斯对抗的对手。另外，斯托尔滕贝格19号在德国一工业论坛上表示，由于长期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许多北约国家的弹药武器库存已经耗尽，亟待补充。北约国家需要发展更强大的国防工业。他还证实，乌克兰的反攻正在进行当中。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召开乌最高统帅部会议，重点讨论前线局势，相关部门汇报了战况、弹药补给以及对俄军进行预判。同一天，乌军发视频确认已收复扎波罗热州的皮亚提卡基。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和第2步枪旅展示了他们的旗帜。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9号表示，皮亚提卡基是反攻以来收复的第8座村庄。乌克兰军队在前线推进了7公里，同时乌克兰东部多地激战持续。Воно такими напливами. Я не можу сказати, що воно зменшилось чи збільшилось. Ну, трошки тенденцію за останні 5 днів десь наблюдаємо тенденцію збільшення. Активувалися вони. Ну, ми в певною мірою активувалися теж. Це вже там трошки хай буде секретом. Далі буде.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9号称，他们成功阻止乌情报部门针对扎波罗热地区有关人员的恐袭行动。查明恐袭行动组织者是乌情报部门工作人员，袭击造成7人受伤，数栋建筑受损。俄罗斯国防部还发视频展示在俄乌冲突中缴获的法国制造装甲战车。俄国防部称，俄军对在顿涅茨克地区所缴获的超过50个乌军装备进行检查。一名俄士兵在拍摄的视频中展示这辆法国 AMX-10 RC 轮式反坦克炮战车，战车旁边还有法语操作指南，上面还印着法国国旗。随后拍摄的士兵进入战车内部。此前6月13号，俄国防部称，俄军缴获多辆德制豹2坦克。对俄罗斯进行反攻，其实更多的意义是一种试探性的动作在内，也包括是为了满足美西方对于乌克兰进行这种军援的一种反馈。